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这场发生在2026年4月的联准会会议，注定要在全球金融史上留下一个极度动荡且深具权力更迭意义的印记。虽然联准会最终决定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虽然符合市场多数人的预期，但会议声明背后的权力风暴与意见分歧正爆发自199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危机。根据野村证券的最新报告指出，这次会议竟然出现了足足4张正式的反对票，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数字，它彻底打破了30多年来的委员会记录。华瑞认为，这种分裂代表联准会内部的共识已经彻底崩解，委员们对于通膨是否受控、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已经走向了互不相让的两极。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将会让未来的货币政策变得极度难以预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理事米兰，这已经是他连续第6次对现行政策投下反对票。米兰坚定地主张联准会应该立即采取降息行动。他认为目前的实质利率水平对于水疲经济，特别是对于中小型企业的压迫，已经远远超出了控制通膨所需的必要范围。野村认为，米兰理事这种近乎孤独的长期坚持，反映出联准会内部对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以及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断崖式降温的极度焦虑。他显然担心，如果不及时松手，这种高压的紧缩政策后坐力将会对美国的消费动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却站着3位态度极其强硬的区端联准会主席，分别是哈马克、卡什卡里以及洛根主席。这3位鹰派官员的集体倒戈，将委员会的分歧直接推向了历史性的巅峰。摩根大通的分析报告深入剖析了这场文字游戏背后的火药味。这3位鹰派主席虽然在最终行动上同意暂时维持利率不动，但他们对于会议声明中保留放宽政策倾向的文字语气感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对。争论的核心在于声明稿中关于衡量额外调整的程度与时机这一段看似中性的辞令。小摩的研究团队特别提到，虽然这段话没有明确写出要往哪个方向调整，但自从联准会上次降息以来，全球市场已经在潜意识中将额外调整与额外降息画上了等号。鹰派官员认为，这种暧昧的语法会给予全球金融市场过于偏向鸽派且错误的预期，甚至是对潜在通膨反弹压力表现出一种不专业的轻视。华瑞认为，鹰派主席们甚至可能认为这种指引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经济环境，因为下次的动作究竟是升息还是降息，目前根本没有定论。如果继续沿用旧有的暗示语句，只会削弱联准会的公信力。这种4:8的投票比例已经说明了联准会内部的政策导航系统已经彻底失去准星。当下次利率会议来临时，官员们的投票动作，不管是向上加息还是向下调降，在目前的混沌局势中，几率可能都是 50% 对 50%。这种极高的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导致美债直利率曲线出现频繁且剧烈的双向波动，让全球债市投资人面临极大的部位调整压力与流动性风险。就在这种内部意见几乎水火不容的气氛中，即将在5月中旬正式卸任主席职位的鲍尔在记者会上投下了一颗足以震动全球政经界的震撼弹。他亲口对外宣布，即便他的主席任期即将届满，他仍会选择继续留任联准会董事会成员的职位。这项宣告在现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在联准会的历史惯例中是极为罕见且具备高度政治角力与战略布局意涵的举动。小摩在报告中特别披露，在记者会的最后阶段，当鲍尔被问到这项留任决定是否是为了充当联准会独立性受威胁时的制衡与平衡力量时，鲍尔竟然毫不避讳地直接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明确表示，确保联准会在政策决策上的专业与自主，正是推动他本人选择继续留下来不直接退休的最核心重力。野村证券的观点也同步提到，鲍尔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针对联准会的法律行动是他决定留任的关键考量。华瑞认为，这说明鲍尔正在预先防备来自外部行政力量，试图透过司法或行政手段干预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他想透过留在董事会，利用他深厚的资历与法律权限，为联准会撑起一把最后的防护伞。鲍尔这步棋下得很重，且充满防卫色彩。
他显然是想透过留在董事会的法定权限，形成一道隐形的政治防护墙与缓冲垫。即便他未来不再是委员会的主席与对外发言人，但他仍想以董事身份在内部会议中发挥关键的专业影响力，并在幕后担任稳定民心的角色。他要确保联准会的专业决策逻辑不会在华许主席接班初期就被外界强大的政治干预力量所扭曲或彻底打破。这也暗示了即将到来的华许时代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与政策转折，而鲍尔则是选择了留在第一线，继续守护这个他掌舵多年的独立机构。至于投资人最关心的降息时间表到底在哪里，野村证券的团队在最新的测算报告中给出了具体路径。他们预测，在未来主席华许更为鸽派的领导风格引领下，联准会今年依然有机会在9月与12月分别进行2次的降息动作。但野村也对投资人发出了严肃的警告，由于目前的通膨走势依然充满许多结构性的挑战，加上内部鹰派意见的快速集结，目前的政策风险正显著地向降息次数减少或者是延后降息的方向倾斜。华瑞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隐忧，如果通膨数据不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展现出更具说服力的回落趋势，那么9月的降息窗口很可能会随之关闭，市场原本预期的资金派对也将会落空。小摩的报告同样提到，联准会现在对于什么时候能获得通膨降回 2% 的信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是一个让市场信心动摇的危险信号。摩根大通认为，投资人现在不应该再抱持着降息是必然路径这种过于天真的乐观想法，因为从4位反对票的鲜明立场来看，联准会内部的鹰派对于通膨反弹的恐惧已经显著大过了对于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这代表高利率的压力环境很有可能会持续比市场预期更长的时间。这对于那些依赖廉价资金转贷、负债比例较高的企业来说，将会是一个攸关生存的严峻考验。长期的高融资成本将会开始侵蚀企业盈余，并最终传导到股市的整体估值与股价表现。华瑞认为，这次4月的会议记录正式宣告了鲍尔时代的最后挣扎，以及一场关于联准会独立性保卫战的全面展开。虽然鲍尔选择留任董事，能在权力过渡期间为政策的延续性提供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但委员会内部4位成员的公海倒戈已经让市场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逻辑一致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华瑞认为，大家在进行全球资产配置时，一定要高度警惕市场对于升息预期重燃所可能带来的剧烈震荡风险，千万不要在政经权力交接的敏感期过度扩张个人的投资杠杆，尤其是涉及美股、美债以及与美金挂钩的杠杆型资产交易，必须要保留足够的资金安全边际，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收缩。华瑞认为，5月新旧主席正式接班之后，联准会面临的首要挑战其实不是如何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膨，而是如何缝合这个已经产生严重裂痕、意见分歧到难以共识的委员会。在新的权力共识达成之前，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与各种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传递恐怕会成为未来一整季的常态。投资人保持现金流的灵活性，降低单一资产的报销比例，并随时做好应对利率维持高位更久的心理准备，密切观察未来几个月联准会官方声明中对于额外调整这4个关键字的任何微小且具备导向性的更动，那才是决定未来全球财富重新分配的真正密码。投资一定有风险，过往绩效不代表未来表现，请各位务必依照个人风险承受度进行最审慎的投资规划。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